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的股市的真心分享价值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教你如何使用一档 ETF 直接买下美国科技股大盘。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纳斯达克，那纳斯达克是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的名称，它的全名叫做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这间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71年，是美国第一个电子化证券交易市场，与传统的交易所，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它们是有很大的不同。那纳斯达克证交所它一开始就是采用电子化的交易，而且它对新创公司的上市条件是比较弹性，它吸引了不少科技企业还有网络、生技等高成长企业在此上市。那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目前有3000多家公司在此上市，市场上呢就因此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指数，叫做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它就是囊括所有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它是以科技股闻名，但是呢它实际上呢还是有包含像是生技、医疗、消费还有通讯等一些产业哦。但是呢就以整体市值的权重来看，科技股的比例是高达了 59.3%， 那非必需消费品的话呢是有 18.5%， 那医疗产业的话呢也有 3.6%， 所以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它不是只有科技股的指数哦。那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它的成分股当中呢是包含了一些金融股，那有些人呢他们不希望投资金融股，他希望全部都聚焦在一些成长科技股上面，所以呢就衍生出了纳斯达克100指数。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就是由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当中排除金融类股，然后呢取市值最大的100档股票所组成的一个指数哦。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就更常被称为美国的科技成长股的大盘，它是观察美国高成长企业的一个重要指标哦。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它的科技产业的比例是高达了 58.4%， 那非必需消费品的话呢则是 19.7%， 那医疗保健的话呢则是 5.6%， 那它的全部的成分股在我拍片的当下呢是101只股票。那这两个指数它们前10名的成分股呢都是非常的接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它的苹果跟微软的比例是更高的，那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分散的哦。好，那我们介绍完了纳斯达克100指数，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到底应该要怎么买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5档 ETF， 这5档 ETF 的话呢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 ETF， 我全都要。首先的话呢，我会介绍2档台湾就可以买得到的 ETF， 分别是富邦纳斯达克00662以及中信纳斯达克009800。那这2档 ETF 他们的注册地都是在台湾，那另外2档 ETF 他们的 ETF 注册地就是在美国，分别是 QQQ 跟 QQQN。那最后一档的注册地呢，则是在爱尔兰，它是 CNDX。那这几档 ETF 他们的上市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最资深的一档 ETF 就是 QQQ， 它是在1993年3月10号就挂牌上市了。那我们台湾的00662呢，则是在2016年才挂牌上市的哦。那在交易所方面，00662跟009800呢，都是在台湾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呢，你只要能买台湾的股票，你基本上都可以买到这2档 ETF。那 QQQ 跟 QQQN 的话呢，则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好，所以呢，你要开一些美股券商，或者是你要使用副委托才可以购买这些 ETF。那 CNDX 的话呢，则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它就是比较复杂咯，因为它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所以你可能要使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券商，像是我自己有在使用的银透证券，或者是说呢，你要使用台湾的副委托，才可以买到这一档 ETF。不过台湾的副委托能不能买到这档 ETF 也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档 ETF 它其实没有这么的有名哦。再来我们来看股价，那00662跟009800，他们一股的价格呢，分别是86块台币跟 9.4 块台币，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一张100元大钞就可以买到这些股票了。那 QQQ 跟 QQQN 呢 ？QQQ 它的股价是493块美金，那 QQQN 的话呢，则是203块美金。那 CNDX 的话呢，它则是高达了1157块美金哦。那基金规模方面，最大的是 QQQ， 它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3024亿美金，它是全球前5大规模的 ETF 哦。那第2名的话呢，则是 QQQN， 它是400亿美金。那我们台湾的这2档00662呢，它只有16亿美金，跟009800的话呢，它则是连1亿美金都不到哦。那这边你可能会好奇 QQQ 跟 QQQN 这2档 ETF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答案就是这2档 ETF 几乎没有差别。干嘛呢？
它只有等一下会讲到的内扣费用有一点差别，其他呢，它们的成分股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主要就是 QQQM 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那在殖利率的部分，00662它是无收益分配，也就是说这档 ETF 它是不会配息的。那009800它则是年配息的。那 QQQ 的话呢，它则是季配息，是 0.61%， 现在的殖利率。那 QQQM 的话呢，则是 0.62%。那 CND 的话呢，它也是不会进行收益分配哦。它不会进行收益分配，就是说它的股息会全部纳入它的基金的净值当中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的资本利得跟他们的股息税会怎么样的去扣取。首先，这5档 ETF 他们的资本利得，也就是价差，是完全都不会课税的。不过呢 ，QQQ 跟 QQQM 还有 CND， 因为他们是境外基金，所以他们的资本利得是我们的海外所得。那我们海外所得呢，会纳入我们的基本所得额当中。那我们台湾人每年的基本所得额有750万的免税额，所以如果你的基本所得额是低于750万，那你基本上就是不会被扣到税哦。那就算你超过了750万，看起来好像要缴税了，但是呢，我们台湾会将你的基本所得税跟你的综合所得税去进行比较，然后呢会取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的综合所得税缴了非常的多，就是说你台湾的收入非常的多啦，所以能缴了非常多综合所得税，这样你的基本所得税如果小于综合所得税的话，那你也是不用缴到基本所得税哦。好，接下来是股息预扣税方面，00662跟009800它们是没有股息预扣税的。QQQ 跟 QQM 是 30% 的股息税，然后呢 CND 的话呢则是 15% 的股息税。那至于为什么 CND 它是 15% 的股息税，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爱尔兰注册的 ETF 它是只有 15% 的股息税哦。这3档 ETF 你拿到他们的股息，这些股息呢一样也是归类在海外所得，所以呢它也是一样要并入基本所得额当中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年度费用率，年度费用率最低的是 QQQM， 它只有 0.15%， 那最高的则是00662，它是高达了 0.51%。那009800因为它是在2025年的年初才创立的，所以呢它在2024年的年度费用率是没有。最后呢我们来看他们的5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最近5年平均年化报酬率最高的是00662，它是高达了 24%， 再来则是 QQQ， 它是高达了 22.8%， 那 CND 的话呢也有 22% 哦。好，那看完了这些绩效，你可能会觉得00662它就是比较好买，我们在台湾就买得到了，我们也不用开美股券商，这样是不是很方便？的确00662是蛮方便的，不过我们刚刚看的绩效是5年的平均年化绩效，但是如果你看过去每一年他们的绩效表现，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从2017年统计到2024年，这几年当中这几档 ETF 他们的年度绩效，你可以发现到00662它除了在2018年2022年跟2024年它是胜出之外，其他的年度呢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差的一个绩效，而且呢它的绩效呢跟 QQQ 跟 CND 是相差非常的多，主要就是纳斯达克指数跟纳斯达克100指数，他们的指数呢主要是用美金去做计价的，所以呢 QQQ 跟 CND 他们都是美元计价的 ETF， 那他们的追踪误差就会比较小。那我们台湾的00662这档 ETF它则是使用台币去进行计价的，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汇率的一个误差，所以它跟指数的误差范围就会比较大哦。特别是在我们台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发生了大幅的波动的时候呢，它们的误差值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好像是2022年跟2024年这2年呢，台币跟美元的汇率呢都波动非常的大。它最下面你可以看到一档 ETF， 它叫做 TQQQ。那这档 ETF 呢，我是特别放上来的，它是一档3倍做多的 ETF。它主要的逻辑呢是将 QQQ 的单日涨跌幅呢放大3倍，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呢是非常的大。那这种杠杆型的 ETF 呢，它其实是一种双面刃啊。你可以看到它在大涨的时候，像是2019年，它1年呢就可以涨 133% 以上。其他的如果你是圆形的 ETF， 大概也只涨 40%。不过呢，如果你是在崩盘的时候，像是在2022年，圆形的 ETF 呢大概跌 32%， 这档 ETF 呢就会跌到将近 80%。甚至在2018年，圆形的 ETF 呢几乎都没有下跌。那这一档 ETF 呢，它会因为杠杆 ETF 的一个特性叫做杠杆内耗，导致呢它在2018年呢就亏损了将近 20%。所以我们在投资纳斯达克 ETF 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投资人，我觉得你要投资就直接去投资圆形的 ETF 就好了。
除非呢你想要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个操作，或者是说你想要做一些波段的价差，再去选择这种杠杆型的，好像是 TQQQ 的 ETF 哦。那至于要如何买 TQQQ 这档 ETF 呢？这档 ETF 的话呢，我们台湾的副委托是买不了的，你只能去使用美股券商，好像是盈透证券，才可以买到这种 ETF 哦。那至于要如何去使用盈透证券呢？我会将它的开户教学放在上面这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行前去开户哦。好，那我们看完绩效了，接下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指数它的一个风险。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它的产业是非常的集中集中在科技产业，所以只要科技股开始崩盘的话呢，这个指数它所受到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剧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也就是美国的网络泡沫破裂啊，那时候呢是重创了美股。如果你是投资美国的标普500指数，那时候呢在2000年3月24号，这个指数呢它是来到了最高点，接下来就经历了科技泡沫破灭，从2000年的3月24号直接一直跌到2002年的10月9号，总跌幅呢是高达了将近 49%。那标普500指数呢，它再次站到高点是花了7年的时间。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它则是跌了 37.8%， 然后呢它再度站到这个指数的高点是经历了 6.7 年。接下来下面两个指数分别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跟纳斯达克100指数，它们的跌幅就非常的惊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它是高达了 77.9%， 纳斯达克100指数则是高达了 82.9%。这两个指数呢，分别都经历了15年左右的时间，才重新站回指数的高点所以我们在投资这种科技股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看短期的绩效看起来好像过去这几年绩效很棒，就认为它未来就一定会一路长红，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 Kevin 自己在投资的时候，还是会将我大部分的仓位呢重仓在美国的大盘，然后呢将少部分的比例呢放置在纳斯达克指数上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起到一个分散投资的一个状况。那纳斯达克100指数 ETF 我们应该要怎么选呢？首先00662跟00980这两档 ETF， 如果你是小资主的话呢，你适合投资这两档 ETF， 因为呢它的一个每一股的价格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它也是比较方便，在我们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就可以买得到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波段价差，而且呢你会做比较频繁交易的投资人的话，那会比较建议你去选 QQQ， 因为 QQQ 这档 ETF 呢它是全球第5大规模的 ETF， 它的交易量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波段价差， QQQ 会比较适合。那 QQQN 的话呢，它则是 QQQ 的缩小版。那这档 ETF 的话呢，我就觉得没有这么大的特色因为你买这档 ETF， 你不如直接买我们台湾的 ETF 就可以了。那 CNDX 这档 ETF 呢，比较适合是那一种高净值资产的投资人去投资，因为呢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它一股就要1157块美金。但是呢因为它的股息税可以比较节省它的股息税呢只有 15%， 所以如果你的资产非常的大的话，那 CNDX 这档 ETF 会非常的适合你好，那这3档海外的 ETF QQQ、QQQN 还有 CNDX 都可以使用盈透证券进行购买好，那以上的资讯以及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进行免费的下载。那最后想要请问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几档 ETF 分别是00662、00980、QQQ 还有 QQQN 以及 CNDX 这5档 ETF， 你会投资哪一档 ETF 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让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靠，等一下。